景琛哥哥，我爸同意我们在一起了，太好了。若曦放心，以后你要天上的月亮，我也给你摘下来看。景琛，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，婚期再推迟1年好不好？就1年。行，我叫陆景琛，是竞合集团最大的掌权人。长这么大还没有遇到让我感到很棘手的事情，直到遇到了她，沈若曦，我的未婚妻，一个让我头疼又无可奈何的人物。陆总，这是报表，还有沈小姐的秘书刚才来电话说沈小姐今天请假了，周议会她参加不了。你帮我做2件事：第一，联系沈氏合作方要一份完整报表；第二，通知董事会成员，明天上午10点临时会议。进来，去通知张律师，明天董事会之前我要见他一面。关于沈氏的违约追偿，有些事情需要提前确认。陆总，可是沈若曦不是……有些账该清算了。把沈氏4笔贷款的银行联系人查出来，明天董事会要用。沈若曦和秦明远领证的消息传到哪里了？应该还没有传开，沈家那边没有对外发声明。秦明远这个人圈子里也没什么人认识，但我查了一下这个秦明远，说他名下有一家投资公司，注册资本500万，但据我初步调查，从未实缴。他过去跟至少3个富家女有密切来往，都涉及金钱纠纷。继续查，查清楚。各位，今天的临时董事会只有一个议题。我提议锦和资本即日起撤回对沈氏集团的全部投资。我提议锦和资本即日起撤回对沈氏集团的全部投资。沈氏是锦和最大的投资对象之一，撤资的话，锦和自己的损失也不小。若曦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但是是不是……张叔，我今天谈的是公司的事，和闲杂人等没有关系。去年沈氏集团在未经锦和书面同意的情况下，将锦和投资的3个项目作为抵押物，向4家银行贷了5亿3千万。这种行为构成根本违约，锦和有权要求沈氏在30日内返还全部投资款，并支付违约金5亿3千万。沈启年贷这么多钱干什么？沈启年这是在拿锦和的钱给自己加码，他以为锦和的钱是大风刮来的。还有一件事，关于沈若曦的新婚丈夫秦明远。秦明远32岁，名下公司注册资本500万，近2年内与多名富家女有金钱纠纷。他目前正试图以沈家女婿的身份开展业务合作。沈若曦的事是我陆景琛的私事，跟锦和没有关系。但沈氏违约关系到在座每一位股东的利益，这不是报复，是风险管理。这次会议是通知，不是征求大家的意见。就这样，散会。陆总，沈启年刚才又打电话来了，说有急事要见您。告诉他，下午2点他会收到锦和的正式函件，在那之前没有见面的必要。张律师，我发你一份合同，帮我看一下违约条款的适用条件。要按照全部违约金赔偿的条款吗？对，全部违约金，大概7亿2千万。好，你确认完给我电话。景琛，你看那里有2颗最亮的星星，它们一直在一起，像不像我们？像，不过若曦，你就是我世界里最亮的星星。只能在梦里见到你 Oh baby goodbye tonight 陆总，撤资函拟好了，您过目。沈氏的违约金利率按15%算的，是，这是合同约定的利率，按12%算，1亿1千万的违约金加上本金6亿9千万。陆总，合同约定的就是15%，我知道，按12算。陆总，函件改好了，
明天下午2点送达沈氏，您要亲自去吗？不用，你安排人送过去就行。记住，直接送到沈启年办公室，不要经过沈若曦的手。好的。把撤资期限从30天延长到60天。好。陆总，合同条款有一个问题。陆总，合同条款有一个问题，如果沈氏在宽加期内引入新的投资方，锦和的债权优先级会受到影响。我建议增加一条附加条款。什么条款？锦和对沈氏未来任何形式的股权变动拥有优先否决权。加上这条条款，沈氏就算想引入新投资方自救，也必须经过锦和同意。您确定要加吗？加。明远啊，尝尝这个茶，今年西湖头采的，市面上买不到。谢谢伯父。若曦常跟我说您懂茶，今天算是见识了。爸，明远也做生意呢，说不定以后跟咱们沈氏还能合作。哦，明远，做的什么项目？做点投资，也做一些贸易。最近在谈一个文旅项目，规模不大，7、8千万的样子。文旅项目，正好，沈氏在城东有个文旅项目，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与进来。那我就先谢谢伯父了。董事长，小杨进办公室不敲门，规矩呢？董事长，对不起，但是锦和资本的撤资函正式送达了。董事长，对不起，但是锦和资本的撤资函正式送达了。锦和资本即日起撤回对沈氏集团全部投资，现贵司于30日内返还全部投资款，共计6亿9千万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景琛不会这么做，他不会的。他已经做了，锦和董事会全票通过。伯父，沈氏现在有多少流动资金？不到2000万。明天到期的贷款呢？3000万。我在银行有些关系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帮您联系一下，看能不能争取到过桥资金。我去找他。陆总，外面有2位客人想见你。谁？沈若曦小姐，还有一位秦明远先生。让他们进来。陆总，您确定？确定。景琛，这是秦明远。陆总，久仰。若曦常提起你，谢谢你对若曦这些年的照顾。有事？听说陆总撤了沈氏的资，我想这肯定有什么误会。正好我也在做点投资，说不定以后还能合作。合作？你的公司叫什么？明远投资，注册资本多少？500万。哼。秦明远，原名张志鹏，名下注销资本500万，至今未10足。近2年内还干了些见不得光的东西。景琛，你胡说什么？沈若曦，我建议你查查他的底。你测了沈氏的资还不够，还要污蔑明远。陆景琛，我看错你了。周浩，送客。是。走吧，若曦，咱们回家。陆总，他们走了。秦明远从头到尾都在笑。他笑不了多久。老陆，启年，你那个女婿，你今天见过了吗？见过了，他刚从锦和回来，笑着跟我说，陆总对他很客气。把沈氏的股权结构图拿来。
爸，坐。沈启年通过3层持股控制了沈氏一半的投票权，竞合占42%，是第一大外部股东。如果你撤资，沈启年的控股地位不会变，但沈氏的资金链会立刻断裂。爸，如果这次我让沈氏倒了，您会觉得过分吗？如果这次我让沈氏倒了，您会觉得过分吗？这事儿问题先出在他们。但我要提醒你一件事，一旦撤资，你跟沈若曦就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了。我知道，我从收到那条短信的时候就知道了。你给沈氏的60天关到期我知道了，做得对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沈启年如果真的找到了新的投资方，那个投资方会是谁？秦明远，我派人查过了，他在接触几家私募基金，试图以沈家女婿的身份牵头成立一个财团，就沈氏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不是来骗沈若曦的？或者说，不只是来骗沈若曦的，他的目标是沈氏。周浩，秦明远的调查再深挖一层，查他背后有没有其他势力。多吃点，你今天都没怎么吃东西。明远，你那个公司经营的怎么样？还可以，最近有一笔投资要进来，大概8000万左右。等资金到位，公司就能上一个台阶。8000万，明远，你生意做得不小啊！明远，沈氏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锦和撤资，银行催款，供应商也开始打电话了。你刚才说的那8000万，能不能先挪一部分过来，帮沈氏周转一下？伯父，我跟您说实话，那8000万最快也要下个月才能到位。但我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认识私募基金，以沈氏名义发起纾困基金，我牵头，1个月筹5个亿，补上锦和撤资。什么条件？基金需要占沈氏15%的股权作为5仙股，等沈氏渡过难关，可以原价回购。爸，这主意好，明远太厉害了。我想想，我身体不舒服，上午。爸，是我，明远说想跟您单独聊聊基金方案。进来。王叔，您让我进去跟他说几话就行，5分钟，就5分钟。沈小姐，别为难我了。少爷，要不要请沈小姐进来？不必。对不起，景琛，你跟我说实话，秦明远的事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调查报昭告在周浩那里，你可以自己去看。陆总，沈小姐来公司了，她要调秦明远的调查报告，我给不给？给他。全部。全部。少爷，沈小姐走了，她让我转告您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如果他骗了我，那我这辈子欠你的就还不清了。
回来啦。你查我？是陆景琛查的，你告诉我，这上面写的是不是真的？若曦，这种报告我能买10份。陆景琛为了抹黑我，真是下了功夫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的公司注册资本为什么没有实缴？你的信用卡为什么全部逾期？若曦，信用卡逾期是因为我之前的助理搞错了还款日期，已经处理好了。至于那些女人，她们都是生意上的往来，从来没有别的关系。你不信我？不信你。对了，若曦，你爸那边赎损基金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爸说还要再看看。不急，但是基金的投资方催得紧，如果不尽快决定，他们可能会转向其他项目。明远，你真的能帮沈氏渡过难关吗？当然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不帮你帮谁？我要回去了。路上小心。报告被陆景琛挖出来了，若曦看到了，但他选择相信我。放心，他被我拿捏得死死的，我会继续施压，沈氏这块肉跑不掉。情况就是这样，锦和撤资后，我们的流动资金缺口是6亿9千万，明天到期的银行贷款3000万，目前账上只有不到2000万。那还等什么？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。银行不借，供应商在催，锦和撤了资。秦明远是若曦的丈夫，总不会害沈氏吧？我不同意。爸，你自己看，看完再说话。各位董事，我沈启年打拼40年建起来的沈氏，不能毁在一个骗子手里。爸，锦和撤资是我违约在先，我认。但秦明远的钱1分都不能要。那沈氏怎么办？我去找陆景琛，跪下来求他。明远，我爸说你……若曦，你爸老糊涂了。那份报告是陆景琛给他的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陆景琛就是想搞垮沈氏，低价收购。你信他，还是信我？兄弟们，我们辛辛苦苦干了这么久，到头来1分钱拿不到。今天沈氏不给个说法，我们就不走。喂，若曦。工人罢工了，明远，那个基金到底什么时候能到位？我爸现在就差最后几个投资方的签字了。若曦，你爸那边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？他对我有误解，不肯签字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是我妻子，只要你签字，基金照样可以启动。我签字，可是若曦，你不是说相信我？好，我签。搞定了。沈若曦签字管用吗？管用。沈启年疼女儿，女儿签了字，他迟早会认，到时候沈氏就是我们的了。爸，基金的事，我签字了。我知道。您不骂我？骂你有什么用？今天收到了一份新的资料，关于秦明远的。这些您怎么拿到的？陆景琛送来的，他的人一直盯着秦明远。秦明远去银行的时候，景和的人全程在场，
结下了这笔交易。七年，不好了！秦明远带人来了，要见若曦。他说若曦签的文件在他手里，不配合就公开，若曦就是共犯。爸，让我见他。那些都是陆景琛捏造的，你相信我，对不对？秦明远，你从头到尾有没有一句真话？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话。你从哪里拿到的？这重要吗？好吧，既然你知道了，那我也不装了。沈若曦，你确实很蠢。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晚了。你签过字的文件在我手里，如果我把它交给警方，你就是我的共犯。你想要什么？简单，让你爸签这份股权转让协议，作为交换，我把你签的那些文件还给你，并且从此消失。你做梦！你做梦！秦明远，你涉嫌合同诈骗、伪造证件、洗钱，经侦支队的人已经在外面。陆景琛，你让他签的那些文件没有法律效力，因为你在签署时隐瞒了重大事实，构成欺诈。请跟我们走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以为陆景琛就是好人吗？他撤资的时候就已经算好了沈氏什么时候会倒。他救你是因为他要亲手拿走沈氏。”景琛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秦明远被经侦带走后，银行那边启动了资产冻结程序，沈氏的抵押物被法院查封了，拍卖时间定在下个月15号。另外2家银行也在走程序。沈启年那边呢？沈总变卖了2处房产和1辆劳斯，凑了4000万，全部拿去还了瑞安银行的贷款，但3家银行的贷款加在一起将近6个亿。还有，沈若曦小姐今天来公司门口等过，安保拦下了，她在门口站了大概40分钟，然后走了。他说什么了吗？没有，就站在那里，什么也没说。周浩在。沈氏的债务结构重新评估一下，把秦明远造成的损失单独列出来。陆总，您是想……我要知道沈氏现在的问题，哪些是沈启年造成的，哪些是秦明远造成的。明白。我不是在报复，我是在保护景和。景琛，我知道现在说这个很不要脸，但沈氏真的撑不住了。沈伯伯，明天上午来静和，带上沈氏所有的高管，我们谈。景琛，我来不是求你原谅，我知道我没资格。那你是来做什么的？道歉。景琛，你撤资是对的。秦明远一开始就是冲着沈氏来的，然后把沈氏掏空，到时候不仅沈氏要倒，景和也会被牵连。你比所有人看得都远，而我一直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什么都不懂，配不上你。沈若曦，你确实蠢，但不是蠢在信了秦明远，是蠢在从来没有信过我。7年里，你问过我很多次你爱不爱我。我每次都回答爱，但你从来没有问过我会不会骗你，因为如果你问了，我会告诉你不会，永远不会。
走吧，沈氏的事我会处理，不是因为你还欠我什么，是因为沈氏有2000多名员工，他们不欠任何人。沈小姐，陆总让我转告您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秦明远在法庭上说的那句话不是真的，我从头到尾没有算计过沈氏。爸，我去见过景琛了，我跟陆景琛道歉，他接受了。他说沈氏的事他会处理，不是因为我还欠他什么，是因为沈氏有2000多名员工。他真这么说？爸，这是我这几天整理的东西，秦明远骗我签过的所有文件，我凭记忆列了一份清单，还有他跟我说过的所有关于基金、关于投资方的信息，我能想起来的都写下来了。若曦，爸这辈子做错很多事，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早点告诉你秦明远的真面目。我拿到报告的时候，你已经跟他领证了，我怕你受不了，所以一直没说。喂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秦明远，他把沈氏的财务状况、你的个人信息，还有你和陆景琛的过往全部说出去了。爸，我去找景琛，这件事因我而起，不能让他替我挡着。陆总，秦明远在看守所接受了媒体采访，现在全网都在骂沈若曦。让法务部发律师函，把那些营销号和媒体全部告了。通知法务团队准备一份声明：第一，景和撤资是纯粹的商业决定，与个人情感无关；第二，秦明远在采访中提及的所有关于景和沈氏的信息，法务将逐一核实，对不实内容保留追诉权利。第三，沈若曦是秦明远诈骗案的受害者，景和呼吁公众停止对她的网络暴力。明白。沈小姐那边，她应该已经看到新闻了。我知道。我找陆景琛陆总，请你告诉他沈若曦来了。好的，您稍等。陆总，沈若曦小姐来了，就在楼下。陆总，您要下去。声明第3条，不用发了。走吧，去那边说。若曦，这件事我会帮你澄清。明天景和会发布正式声明，你不用回应任何媒体。景琛，对不起，这件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不用承担。不用说对不起，沈氏还需要你。景琛，我们下半年就结婚好不好？我感觉自己好幸福。好，下半年就结婚，下半年就结婚。回不去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若曦，我们能谈谈吗？陆伯伯，若曦，勇于承担自己犯下的错误，这一点你做到了。秦明远的事，全程都在笑你，但我在这个圈子里待了40年，见过无数人，大部分人在你这种处境下都会推卸责任，把错全部怪到别人头上，你没有。若曦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个善良的孩子。景琛那孩子从小到大什么都自己扛，这些年我忙着生意，他一个人长大，养成了什么都往肚子里咽的性子。你跟他在一起的7年，是他笑容最多的7年。你悔婚之后，他一句话都没有抱怨过你。我今天来，不是劝你跟他复合，你们的事儿，你们自己处理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不管你以后走到哪里，做什么，陆家不恨你。你爸那边我会去跟他谈。沈氏的事儿，景琛已经在想办法了。好了，该说的都说完了，我先走了。沈小姐，关于你说的秦明远涉嫌诈骗、重婚、伪造证件、洗钱等案件，我们已经查证属实了，现在还需要一些细节。我会知无不言的。沈小姐，你是怎么认识被告人秦明远的，以及他是如何取得您信任的？
我们第一次遇见是在公园广场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。算了，我扶你去医院。谢谢。宝宝，我以前买过一只股票，我爸说这只股票潜力很大，他炒股多年，所以我想继续投入这只股，就是手里资金不够。我借给你。宝宝，等我赚到钱，城南地皮给你收购了。傻瓜。宝贝，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沈叔叔快速接受我。什么？宝宝，等过几天你就知道了。还卖关子。宝宝，这是4家贷款文件，你只需要签个名就好。公司引进新项目，急着要资金周转，你名下还没有借贷记录，用你的名义能借来更多。你也想让沈叔叔早日接受我吧？张律师，我说完了。沈小姐，你是何时发现秦明远在欺骗你的？我父亲委托第三方调查机构对他进行了背景调查，我看到了那份报告，后来我才知道他接近我一开始就是有预谋的，他的目标是沈氏。沈小姐，陆总说开庭那天您不用出面了，这是对您的一种保护。若曦，晚上要不要见一面？好，等凌晨吧，人少，我现在这样对你影响不好。我爸去过了。陆叔叔昨天来看我了，他说陆家不恨我。我知道，是我让他去的。你，景琛，你从来没有恨过我吗？想听真话吗？恨过，但后来想清楚了，我们可能一开始就不合适。你有去追求幸福的权利。还有，等这件事风波过了，你再出来露面吧。媒体那边都想争着第一个采访你，我会帮你全部推掉的。景琛，我好累，可以借你的肩膀用一下吗？怀仁，我来不是给若曦求情，她做错的事儿，后果自己承担。但沈氏还有2000多名员工，如果沈氏倒了，他们的工资、社保、遣散费，我负不起这个责。7年，我们认识多少年了？快40年了。40年。你女儿悔婚的时候，想过这40年的交情吗？景琛是我唯一的儿子，若曦悔婚那天，他一整夜没睡。他坐在书房里看沈氏的财务数据，一条一条的看，一条一条的算，不是算怎么报复，是在算如果撤资，沈氏还能撑多久。他算出来是45天，然后他跟董事会说，把撤资期限延长到60天，那多出来的15天是给沈氏的缓冲。他没有说。他不会说的，他不是那种做了什么事儿就要让别人知道的人，但那条后路被你的女儿和秦明远亲手堵死了。这是景和拟定的沈氏重组方案，景琛做的，你看看。60天。景琛说，沈氏的牌子不能倒，你用了40年建起来的。老陆，我教女无方，毁了2家的交情。启年，起来。我不求你原谅我女儿，
他做错的事该他自己承担。他知道错了，不是因为你撤资才知错，是知道秦明远是骗子那天就知错的。他在法庭上问秦明远有没有一刻是真的，不是为了挽回什么，他只是想知道自己这半年到底活在什么样的谎言里。你女儿是被骗了，但被骗的前提是沈氏的防火墙已经千疮百孔。景琛那天在董事会上说了一句话。他说这不是报复，是止损。所有人都以为他在说冠冕堂皇的话，但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。他撤资是因为沈氏的风险已经大到会波及景和，秦明远不是偶然出现的，他是嗅着沈氏管理层的漏洞来的。老陆，我沈启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有2个，一个是若曦妈，跟着我吃了大半辈子苦，另一个是景琛。启年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了，重组方案你也看了，有什么想法？我签字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重组后的沈氏，若曦不再担任任何职务，她需要从零开始。这话，你得自己跟若曦说。若曦，方案收到了吧？你仔细看看，最后一页有一条关于你的。沈氏原股东保留3%股权，沈启年2%，沈若曦1%，1%。他明明可以赶尽杀绝的，我背叛他，算计他，他为什么还要给我留股权？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，你那1%的股权不是我求来的，是陆景琛亲自加进方案里的。爸，我不配，我真的不配。这7年，我仗着他的偏爱肆无忌惮，信了外人的鬼话，毁了婚约，毁了沈氏，我有什么资格拿这份股权？那1%我1分不要，全部捐给沈氏老员工保障基金，算是我替自己、替沈家给大家赔罪。陆景琛撤资没有错，错的一直是我不知好歹。我把你的想法告诉景琛了，他的回答只有2个字：随他。各位，从今天起，沈氏集团正式由锦和资本控股管理。我知道你们有很多担心，担心裁员，担心降薪，担心拖欠的工资拿不回来。我今天来就是要给你们一个交代。第一，所有愿意留下的员工岗位全部保留，裁员比例控制在5%以内，且仅限于重复职能部门，核心业务团队一个不裁。第二，拖欠的工资和社保本月内全部补放到位。具体时间表后续由人力资源部公布。第三，城南商业综合体项目下周复工，工地上的工人拖欠的工钱由锦和先行垫付。沈氏这栋楼
沈先生用了40年建起来，我不会让他倒了。不是因为商业利益，是因为这栋楼里有2000多个人，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。沈总，陆总让我问您要不要去办公室坐坐。明天下午3点，老地方见一面吧，我要走了。好的。什么时候走？明天。去哪里？南边，一个海边城市。何总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，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市场，从基层做起。这是什么？里面有73万，这不是还景和的钱，沈氏欠景和的我还不起。这73万是你当年给我的，我不想欠你。这笔钱我会把它捐给福利院的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，把以前落下的东西一点一点补回来。景琛，我郑重跟你说一句对不起。沈若曦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走吧，往前走吧，别回头。谢谢你，景琛。沈氏集团千金前夫张志鹏，化名秦明远，犯诈骗罪、伪造证件罪等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20年，剥夺政治权利5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，违法所得3460万元，依法予以追缴。若曦，秦明远的事儿被新闻播报了。爸，我看到热搜了，现在舆论一边倒，对沈氏还是有好处的。若曦，在新城市工作的还适应吗？挺好的，大家都很照顾我。还有爸，我现在叫沈西。好，西西。关于秦明远的事儿，你不问别的，不重要了。爸，我要去开会了，晚上再打给您。行，那爸爸就不打扰你了，快去忙吧。我的心将我出卖，有一丝丝期待，你会为我找过来，滂沱大雨里。挺好，挺好的。沈叔叔，这是关于城南商业综合体的整合方案。城南商业综合体下周复工，景和追加投资8000万，影院部分升级。影院升级条件很高，我们之前的方案改了，影院面积扩大30%，超大广角幕布方面已经看过，原则上可以实现。城北住宅项目，景和注资1亿2000万，3、4期合并开发。增加小户型比例，这个地块周边3条地铁在建，刚需是主力。可是景琛，小户型比例提高，利润空间会压缩。利润在后端，社区商业周边配套那些才是长期收益。景和不赚快钱。谢谢。我做这些不是为了沈氏，是为了景和。沈氏资产质量不差，把杠杆降下来，业务线收理清楚，才能有起色。不管怎么样，伯父也要谢谢你。陆总，沈氏那边的整合基本完成了，按目前的进度，明年第2季度就能实现盈亏平衡，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。沈启年那边怎么样？沈总现在担任顾问，主要负责和政府对接的那块工作。
上周城南项目的规划调整就是他出面协调的。陆总，沈小姐那边您知道吗？她怎么了？她改名了，叫沈西。上个月独立负责了一个项目，客户反馈很不错。何总说她的进步很快。知道了。沈西，上个月那个项目客户反馈我看了，做得不错。谢谢何总。不过 PPT 第3部分的竞品分析还可以再深入一点。我发你几份参考案例，你看看。好的。对了，老陆的那个儿子就是给你介绍这个工作的人，他昨天打电话问我你的情况。我说你做得很好，他说那就好。沈西，下个月有个项目需要去北边出差，客户是锦和资本投资的。好的，何总。3、2、1。沈小姐，不，沈西女士，陆总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替我谢谢陆总。小沈，你来了。陈叔，路过，进来看看。好巧，你也来了。开完会想过来看看。哟，小陆也来了，今天这是什么日子啊？路过的日子。项目谈得怎么样？顺利吗？顺利，下周签合同。你变了很多，以前你开会之前会紧张，会反复确认 PPT 有没有问题，现在不会了。你还记得？记得。景琛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很多，撤资重组，保留沈氏的牌子，给老员工保障基金的那笔钱，还有那1%的股权。那1%是你应得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捐了，那也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公司有车。沈西，沈西，保重。你也是。
陆总，云创科技的何总来电话了，他们下一轮融资想邀请景和参与。回复何总，景和有兴趣，让他们把详细方案发过来。好的。基于以上数据，我们预计明年 Q3 可以实现盈亏平衡，并在未来3年内保持每年30%以上的复合增长率。谢谢。沈西，景和资本对我们的融资方案有兴趣，陆景琛亲自回复的。好的，何总，需要我参与对接吗？你愿意？这是工作，没什么不愿意的。好，那景和的对接就交给你了。好的，何总，我马上去准备。各位下午好，今天我要向各位汇报的是云创科技明年的市场拓展方案。市场分析显示，目标客群规模年增长率12%，竞争优势集中在3个板块：技术壁垒、渠道下沉、成本控制。落地计划分4个季度推进。财务预测基于3个模型：保守、中性、乐观。中性模型下，明年营收预计增长40%，净利润率提升至15%。以上就是云创科技明年的市场拓展方案，欢迎提问。沈总监，渠道成本这一块，你们的预估是否偏乐观？我们做了实地调研，6座城市的渠道成本均在报告第12页。沈总监，你的方案里提到了6个重点城市，为什么是这6个？这6个城市有3个共同点：第一，竞品薄弱；第二，有存量客户资源可激活；第三，这6个城市都有竞合投资的商业综合体，可以作为线下活动场地，场地成本为0。方案通过了。沈总监，方案做得很好。谢谢陆总。晚上有空吗？请你吃饭，算是投资方的礼节。不用了，陆总，我晚上约了这边的老同事。好。滂沱大雨里，繁忙车阵里，你的脸为什么还是那么清晰？听景琛说你昨天晚上去聚餐了。和沈氏的一些老员工吃了顿饭，我还挺想他们的。城南项目2期已经封顶了，景琛亲自盯的进度，质量比1期还好。景琛这孩子真不错，要不是景琛，我们沈家这次可能就完了。爸，我和景琛不可能了。这孩子有一丝丝期待，你会为我找过来。滂沱大雨里，听说你昨天聚餐的时候哭了，没事吧？只是有些触景生情。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经历的多了，也就变了。别让自己太累。你也是。沈总监，请坐。合同我签好了，你看一下条款，没问题的话，何总那边就可以盖章了。第5条，关于对赌条款的触发条件，我建议加一个缓冲期。多久？ 3个月。
周浩，陆总，什么事儿？合同第5条加3个月缓冲期。好的，陆总。你变了很多。上次说过了。这次说的是工作能力，是你看合同的样子，以前你从来不看的。以前我太蠢了。不是蠢，是太信任别人。也许吧。你做得很好，景和那边对你的评价很高。陆景琛亲自打电话来说，云创科技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市场总监沈西，你来云创1年半了，从月薪2万的市场经理，做到现在独立负责融资项目的市场总监，你的进步我都看在眼里。谢谢何总。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和陆景琛之间真的不可能了吗？何总，这个问题，我知道这不是工作问题，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老陆的那个儿子陆景琛，他从来没有托我帮任何人找过工作，你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。这1年半，他每隔几个月就会问我你的情况，云创最近业务怎么样，市场部压力大不大，但我听得出来他在问你。何总，你不用回答我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些。你的人生你自己决定。上次写信还是你妈生你的时候，我在医院走廊里给你外婆写的报喜信。爸这辈子做了很多错事，最大的错就是太宠你。景琛对你的好，你对他的辜负，这些账爸这辈子都算不清。我想说的是，不管你怎么选择，爸都支持你。如果你想和景琛重新开始，爸会去陆家登门道歉。如果你选择一个人走下去，爸也会为你骄傲。人生很长，有些错犯了就犯了，不用一辈子背着，往前走就是了。这棵树是若曦种的，那年她说等以后有了孩子，秋天就能一起看金黄色的叶子。后来她走了，树还在。爸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树还在，每年都会长出新叶子，人也是。他变了，以前的他从不看合同，现在一个字一个字的看。以前他做决定会犹豫，现在很果断。以前他爱你，但不懂得怎么珍惜。现在他懂了，但他不会回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见过他。1年半前，在他离开这座城市之前，我去看过他。他当时住在一个很小的公寓里。我去的时候，他正在看沈氏的重组方案。他跟我说，那1%的股权他不要，捐给老员工。他还说，陆叔叔，我对不起景琛，我配不上他。景琛，有些缘分尽了就是尽了。你帮沈氏渡过难关，他靠自己的能力重新站起来，这样已经很好了。我知道。各位下午好，今天我要向各位汇报的是云创科技 C 轮融资的商业计划。在数据中表示，
云创科技建成了融资，估值20亿。沈总，陆总，请讲。云创的估值你报的是20亿，理由是什么？我有信心让云创成为下一个风口。过去2年，云创的复合增长率120%，行业平均60%。我们在6个核心城市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竞品，成为区域第一。方案通过，具体条款会后对接。沈总，恭喜，云创的估值是你一手做起来的。谢谢陆总，锦河的投资对云创很重要。晚上何总请客，你会去吧？会。陆总来了，快坐快坐，就等你了。今天2个好事，一是云创 C 轮融资方案通过，2是锦河继续领头。我提议第一杯酒敬锦河，敬陆总。何总客气，云创的数据和团队摆在那里，锦河只是顺势而为。祝贺云创。何总，我想一个人走走。你也来这儿了？想来看看。坐。云创的估值你报的20亿，其实可以报25亿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报20亿？因为20亿是云创真实的价值，25亿是讲故事。我不想再讲故事了。你身上一点沈若曦的影子也没了。你说了很多次了。因为每一次见到你都不一样。景琛，我欠你的，这辈子都还不了。但我不会再让这份歉意绑住我往前走的路，也不会让它绑住你的。沈曦，我从来没有觉得你欠我什么。谢谢你，景琛，谢谢你在我最蠢的时候保护了我，谢谢你保留了沈氏的牌子。我会继续往前走，你也是。保重，沈曦。保重，景琛。